身处分乱之事，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灵，我是啾啾。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过了50岁之后呢，身体就好像突然按下快转键。以前呢，熬夜隔天还可以精神奕奕，但是现在好像睡晚一点，隔天整个就好像被掏空一样。或者以前吃什么好像都没差，但是现在就开始出现一些腹胀啊、便秘，甚至记忆力也变差了，还有情绪跟睡眠都开始变得有一点失控。所以从50岁的更年期体力、脑力下滑，60岁的慢性病跟失智风险增加，一直到70岁最怕卧床、失去行动力，这些背后其实都跟一个关键问题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来掌握50岁、60岁、70岁不同阶段的抗老重点。那继续收看之前呢，记得先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美国州立大学人类营养暨功能医学硕士，同时他也是现任汉氏诊所医师王凯瑜医师。王医生你好，欢迎来到健康1+1直播。你好，大家好，观众好，舅舅好。欢迎王医师。好，我想今天呢，王医师这个抗老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也是慢慢的年纪增长了，而且呢，跟很多人一样，每天都在为跟工作、生活啊忙碌也奔波，就发现一转眼就50岁了，才发现自己有了年纪，那这时候呢，才想延缓老化。想请问王医生，请问还来得及吗？我觉得想要延缓老化这件事情是任何时候都来得及的，因为你只要有这个想法，我们就会有相对应的行动出现。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衰老的，就是稍微优雅一点、缓慢一点的话，你只要开始有起心动念，我们开始行动，是随时都来得及的。是，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就是具体我们要怎么做？比如说，在抗老的这个保养上面像50岁这个年龄层的人，我们先从50岁开始，慢慢的来增加一点点。有哪些重点呢？是绝对不可以漏掉的呢？是因为像50岁的时候，要怎么判断说，这个人是比同年龄的人年轻，还是比同年龄的人老？直观的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观察他脸部的细部的皱纹，因为皱纹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人的血糖的状况大概是如何。血糖这个东西，它会跟人体我们的里面的应该说我们的皱纹会跟体内我们的血糖跟我们的血脂会有关系。因为它会血糖这个东西，它会跟体内的蛋白质、脂质产生一个叫做 AGE 的一个中蛋白产物。这个东西它会跟我们皮肤里面的胶原蛋白做相互的作用。所以如果说当一个人的血糖、血脂比较不稳定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皮肤的胶原蛋白的生成。所以它的皱纹来说的话，也会相对的变得比较明显一些些。而且在我们的血糖的部分的话，它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发炎的状况。所以一个人血糖不好，代表说他的胰岛素不敏感，也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发炎的指标，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的外观，不管是体态或者是刚刚说的细部的皱纹，这些都会受到影响。是，那你提到这个跟我们的血糖原来是有这么直接的关系。但其实我知道，就是如果要造成老化，其实还有一个自由基。自由基是怎么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呢？自由基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一个人如果是长期在一个压力比较大的状况，比如说我的睡眠不固定，我工作压力大，然后我常常胡思乱想，这个也是压力的来源之一。这些会对身体产生一个叫做氧化压力的东西。今天如果正常来说的话，我们的细胞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粒线体。粒线体这个东西，它应该要能够产生能量去对抗我们的自由基。可是今天如果我们身体的氧化压力一直累积越来越多的时候，正常的粒线体的循环就已经不足以去应付这些正常的自由基的一个修复，它会渐渐的累积的这些自由基，它会反而去攻击我们原本正在运作的一些粒线体，或者是正在修复的一些 DNA， 然后包含我们的皮肤的一些胶原蛋白的生成，这些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人要抗老，主要就是当然一个就是要睡眠休息要够，第二个就是营养这些要够，再来这些全部的源头都来自于我们肠道的一个健康跟它的完整性。
是，那肠道的健康跟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就是抗老老化，它有什么直观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从皮肤来讲，皮肤跟我们的肠道的健康也有关联吗？有，因为肠道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的营养素其实都来自于我们肠道的吸收。今天当我们一个人肠道不好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比较斑驳的那些柏油路，就是非常的粗糙，所以所有的东西覆盖在我们的柏油路上，它其实都会有空隙，它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密合跟吸收，所以肠道这个部分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通常我们就是过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50岁以上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些消化道的问题，他会觉得说，我吃了一碗饭，好像就特别容易胀气，有一些气体的产生，然后觉得特别容易饱，然后很多人都把这个现象称作为自然的老化，其实不是。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地方，就是尤其是女性，我觉得女性来说的话，大家都很容易忍耐。像年轻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说，我们月经来的时候，肚子闷闷，有时候会痛，这个是正常的。我有经前症候群，这个是正常的。到更年期的时候，有一些症状也会觉得说，这个更年期的症状是正常的。老化的时候，觉得消化道的这些不舒服也都是正常的。我觉得尤其是女性而言，特别容易忍耐。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所有的症状都是正常的，只要你有不舒服，那就是不正常的，就是有我们功能医学可以介入跟调整的地方。哇，所以其实我们抗老不是只是说我们表面上去医美，就是做一些光疗啊、拉皮啊等等，其实要从我们体内开始调整，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您提到这个肠道的健康，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肠道里面的肠漏症是不是也是影响我们老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没错，肠漏症这个我们可以从最根本的开始讲。就是我们人每天都会吃到很多的蛋白质，蛋白质的这个东西它需要有一个叫做胰蛋白酶的消化，它才能够生成我们需要的一些必需氨基酸跟好的氨基酸给我们肠道的好菌做使用。今天如果当我们消化不好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消化酶不够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一些蛋啊肉啊吃不完，我把它放到厨余桶里面盖起来，你过了半天之后打开，你可以想象那个味道一定非常可怕，那就是腐败性的味道。在我们肠道也是，如果我蛋白质进到我们的肠道没有消化完整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腐败性的脂肪酸，它这些会成为我们坏菌的一个食物的来源。所以说，如果说当我们的蛋白质没有消化好、消化完整的时候，肠道里面的好坏菌有可能就会失衡，就会变成坏人变比较多，好人一直被压制。坏人变比较多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外溢到我们的小肠，变成小肠菌丛异常增生的情形。所以有些人觉得说，我肠道其实算不错啊，我每天都有上厕所，可是我非常容易排气，非常容易打嗝、放屁，这些其实都是不正常的。好，那如果说当我们的坏菌变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肠道的一些屏障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坏菌有可能造成我们肠道的整个的酸碱值变得比较偏酸。正常的肠道的酸碱值，我们希望大概也是落在中性会比较好，大概是 pH 7.0到7.5中间，可能是比较适合我们的菌丛去生长的一个环境。今天当我们的坏菌异常增生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酸碱值就会偏酸。肠道偏酸，我们可以想象说，我今天手不小心泡到酸我们的醋里面，你放个5分钟10分钟起来，其实你的皮肤就变得超级皱的。我们的肠道的概念也是，肠道的细胞就很像我这2只手一样，它应该平常要这样子紧紧的扣在一起。中间的这个我们叫做蛋白质的连结，也就是 tight junction， 它的是蛋白质的一个成分在。今天当我们的一些就是酸性，就是肠道变得比较偏酸的时候，中间的这个 tight junction 会断掉，或者是变得比较开一些。可以看到我的手指头跟手指头之间的 gap 已经出现的，这个叫做我们的肠漏症，比较直观的就是这样子讲。所以肠漏症会造成什么呢？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办法被很好的消化吸收前，它就已经从这个 gap 漏过去，跟我们的血管里面的免疫细胞做一些结合。
所以就会造成说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慢性发炎的情形，进而造成可能会有一些自体免疫的疾病产生，或者是一些脑神经发炎的情形产生，这些都跟我们的肠道有关系。而且肠漏我们可想而知已经漏了，所以我们的一些营养素就比较难去做一个完整的吸收跟一个消化，所以这个也会很直观的影响到我们整个皮肤的一个表层的一个烹饪的程度，这些都跟我们的肠道的功能跟一个完整性会有关系。是，所以这样子说起来啊，我的理解就是，其实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整个身体的机能，真的就直观的影响到我们的外观的表现。那其实我们过去真的经常忽略一些肠道的问题，可能说我们这什么我们胶原蛋白不够啊，然后从皮肤上面表层去下手。但是其实现在听起来，我们要从我们体内开始下手，而且呢 ，focus 在我们的肠道。其实现在肠漏症的人真的很多，然后现在其实我们有时候说到这个抗老好了，大家都想抗老，比如说，哎呀，几年之后啊，同学会出去啊，这个人看起来真的是气色很好，皮肤又看起来很亮啊，大家都会觉得啊，这样子真的过得比较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现在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幸运，因为真的我们要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去做抗老这件事情，从现在开始都不晚。好，那说到50岁的人啊，其实通常我们讲说其实我们要工作啊，脑力、体力需求量也一样高，但是这个时候也面临更年期的阶段，所以我请教一下王医生，这个时候怎么样兼顾工作跟我们身体机能的状况呢？对，因为应该说，50岁之后，因为我们的激素各个方面都比较波动。所以波动的状况下，它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细胞的做工。以前可能说我吃一份饭进去，它可以给你一份热量出来，你就可以产生能量去应付就是你的日常生活。可是现在因为说我们的激素的波动的关系，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整个的营养素比较不均衡的关系，我一份的热量进来，它进到我们的粒线体做燃烧之后，可能没有办法产生一份的能量出去，所以整个人就会觉得好像比较疲累的状况，这个跟粒线体的整个做工比较不足会有关。那怎么样可以提升我们整个粒线体的一个功能性呢？主要还是我们的维他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像维他命 B、维他命 C， 还有一个叫做硫辛酸 ALA 的物质，它都是我们整个的粒线体的一个功能的它的辅酶的因子。所以很多人他其实没有特别注意补充这些状况，或者是平常的饮食也比较不均衡的话，我们的粒线体的功能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低落。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借由我们的功能医学的检验，我们可以去检验它每一个流程里面的有机酸到底是哪边出了状况，就可以知道说相对应的哪些辅酶、哪些的营养素需要做一些调整。是，所以就说，其实，在您刚刚提到这个部分啊，就是粒线体的部分，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荷尔蒙、身体的荷尔蒙有没有平不平衡呢？对，荷尔蒙的这个部分，主要我觉得比较准确的还是借由血液的一个检测，可能会比较直观一些。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我要避免三高的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很注意我的胆固醇的这个状况。其实胆固醇它扮演的角色在体内不完全是差的角色，我们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它都需要胆固醇去做合成。我的身体里面的不管是睾固酮、雌激素还是黄体素，它的源头也都是我们的胆固醇。所以胆固醇它其实扮演的是一个激素合成的一个原料的角色，不单纯是说会阻塞我们的血管的这个坏分子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每个激素在体内平不平衡，主要我觉得还是靠检验可能会比较准确。是，其实您刚提到这个胆固醇，就最近这几年，大家有一点把胆固醇就是妖魔化，当然它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就是影响我们的血管功能，确实，但是其实它还是有好的胆固醇，所以大家都忽略了它，然后就是直接往坏的胆固醇里面讲，所以胆固醇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接下来，比如说在讲说更年期好了，更年期这个激素的一些震荡啊，怎么，比如说男生跟女生，它也会有不同的影响，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是因为像进入到更年期的时候，我们的雌激素的震荡就会变得比较
比较大一些些。是雌激素的震荡，这个会影响到的第一个是血糖的部分，它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胰岛素的敏感程度，所以就会变成说，以前我可能吃了东西进来，我的胰岛受到刺激，胰岛素分泌，它就有办法让我们的细胞去接收这个胰岛素，把血糖进来我们的细胞做使用。现在进入到更年期的前期或者是更年期的阶段，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流程就会变得相对的比较不敏感一些些，也就会变成说我吃了食物进去，我的血糖的确也上升了，我的胰岛素或许有分泌，可能分泌的不多，可是我的细胞变得有点懒惰，它没有办法去接收这个胰岛素的讯号进到我们的细胞，就会变成这些血糖都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游来游去的，没有被使用，所以我们的血糖的整个的 level 就会被提到很高，这就是我们糖尿病前期很有可能跟我们的更年期前期这个是时间点是挂钩的，所以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事情，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对。然后再来是男性的部分，男性的部分很多人都会忽略说他们其实也会有更年期的困扰，对，主要是他们的睾固酮可能生成的也比较不够，所以从外观很直观的可以看到他们的啤酒肚会渐渐的大起来。都是在中年的时候的地方，这些都跟他们睾固酮渐渐的生成比较差会有关系。那这个部分可以做进一步的调整，对不对？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继续请教一下王医生怎么调整。其实从50岁来到60岁之后，我们刚刚讲50岁，然后现在渐渐的加到60岁了，大家要注意哦，因为身体的我们各项机能都会衰退的很快。那刚刚提到慢性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增加，那这个时候抗老的关键又是什么呢？可以说60岁以上的抗老关键就是像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广告，益生菌的广告词叫做肠胃好人不老，哇卡玛多阿里嘎多，我们没有业配，我们没有业配哦，就是因为真的很耳熟，很耳熟能详这件事情这样子。那我其实小时候的时候一直都觉得说这个可能就是只是单纯一个广告词而已，其实根本肠胃道没有那么重要。那进入到功能医学这个领域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它的这个是非常有逻辑的一个广告词。我们肠胃的确要好，人才会不老。所以又回到刚刚这跟50岁的重点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是要特别关注在我们整个的消化的功能好不好，会不会有一些异常排气或者是排便不顺的一个状况。因为在60岁之后，可能有些人他的食欲也没有到这么好，他就会觉得说我吃的少，那正常来讲就是会上厕所也会上的比较少，这些是正常的。那其实不是，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就是有一个调理的过程，只要我们的肠胃道的消化好，把蛋白质的消化这些都调理的不错的话，我的食欲自然而然也比较不会下降的这么快。所以就说其实在60岁之后一定要注重肠道，更加注重，因为刚才已经提到肠道的健康，但是60岁可能真的要 focus 在这里，就是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怎么讲，就刚刚您也提到说我们的抗老可能就是为什么，那进一步想了解一下，如果说我们60岁要针对肠道健康来做抗老的话，怎么样具体做会比较适合呢？对，第一个是首先是我觉得当然是益生菌的部分，我们需要去知道自己的肠菌丛到底平不平衡。对，所以我们可以做就是一些检验的部分来去看说我们的肠菌丛有没有坏菌过多的情形。因为坏菌过多的情形，它就会造成我们全身性的慢性的发炎，它会跟一些自体免疫的疾病有关系，跟一些脑神经的发炎有关系。脑神经的发炎又会提到的是我们的脑神经的传导物质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平衡的现象产生，所以有些人可能进到60岁之后，渐渐的会有一些睡不深、睡不长的情形，这些可能也都跟肠道会有直接的关联性。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有失眠的问题的话，如果你到50、60岁，因为我记得我妈妈开始渐渐年纪大的时候，她就开始说她其实睡得不是很好。其实真正的问题有可能不是说你神经紧张咖啡喝多了，当然这都是附加的原因啦。可能你的肠道已经开始在告诉你，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有一点透过各种不同的去调整你的肠道健康。好，那重点来了，我们如果透过
营养补充跟良好生活习惯，可以来修复我们的身体，远离慢性病。那么如果这个年纪的人要怎么样积极摄取哪一些具体的营养素还有食物呢？对，应该说50岁以上的人，其实我们都会建议，第一个蛋白质一定要吃得够啊。当然这个大前提是您的肾脏是完全是正常的状况下，如果说您的肾脏已经有一些慢性肾脏病的部分，肾丝球过滤率已经比较不好的，那个另当别论，要另外讨论。那如果说您今天是一个肾脏功能完全正常的状况下，我们会建议1公斤要吃到1.2克到1.5克的蛋白质。所以应该说一天就是10到12份的蛋白质的量，就是10到12颗的蛋的这种量是比较就是需要分配到3餐的。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吃到这么多的肉或者是我喝一些牛奶很容易胀气吃一些蛋很容易胀气这些该怎么办？我会建议可以寻找自己适合的一些蛋白饮做一些补充，像是可以有除了动物性的蛋白，也有一些像是豌豆蛋白这种比较植物性的，对于肠胃道的刺激比较些微的，这些是很需要去做一个口服的补充的。我们如果蛋白质能够吃到足量的话，第一个它可以稳定我们的血糖值，血糖的波动不要那么快，它就不会很容易产生一个饥饿感，我们也能够就是比较好的去控制我们的血糖。第二个，我们的蛋白质的这个主要的来源是供应我们的肌肉生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所以很多人他到了比较晚年的时候，50-60岁，他可能没有办法口服到这么多的蛋白质，他的肌肉量会渐渐的流失，尤其是女性进入到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的肌肉的生成跟我们的雌激素的量是挂钩的。当我们更年期之后，雌激素的量就断崖式的下降，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肌肉的生成非常多，很有可能会影响到的是我们的肌少症的状况，甚至是骨质疏松的状况，这些都跟我们的蛋白质的一些摄取会有关系。所以蛋白质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是大家需要去就是更加注意的地方。是。那其实摄取蛋白质再来还有什么？抱歉，我讲了啾的话，讲得太认真了。不过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肌少症这件事情在这几年大家也都很特别关注，从饮食运动各方面都需要做调整。好，那再来还有什么样的重点我们需要留意呢？对，再来就是讲到的是油分的摄取，因为很多人会搞错说我现在要健康饮食，我就必须要吃得非常清淡。之前有遇过就是病患来说我一直都有便秘可是我已经吃得非常健康了，我的青菜已经吃得非常多了。那问他说你青菜是怎么烹饪的时候，他说我就水煮这样是完全不行的。我们可以想象说我们的肠道是一个很大的塑胶水管，如果我今天一直都吃水煮的青菜进去，就可以想象说我是把一个水管里面塞很多干稻草进去在里面我又只喝水，所以那个干稻草就渐渐的在那个水管里面膨胀，它就整个塞住了，因为它并没有润滑。所以油分来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好的油对于体内来说还有一个抗发炎的效果在。很多人还是坚持说我真的很不想要吃这么多油，那就会建议说他可能起床空腹的时候可以吃一茶匙的比如说苦茶油或者是初榨橄榄油，这些都可以很大的帮助到我们的肠道的润滑，也可以让我们体内的抗发炎的效果就是提升。是，所以就说其实这个油分我也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要怎么样，就是你吃对了，然后你还是要摄取好的油，因为过去我们讲说少油，好的油，对，少油少盐，可是现在改了现在是少盐好油，所以大家要注意，油其实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抗老的部分。那另外还有这个我记得你有提过说我们的维他命 C 在在60岁50-60岁这个时间点也很重要。对，维他命 C、维他命 D、维他命 B 都重要，尤其是维他命 D 的成分特别重要，因为现在的人来说的话，我们其实比较少户外活动，尤其是亚洲人，我们习惯在室内，有些6日其实百货公司里面人最多，而不是公园里面人比较多，所以我们摄取到的一些日照从小到大其实本来就比较少了。
日照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体内的自体的维他命 D 的生成，从小就少，我们进入到老年之后消耗又多，所以一来一往，可能我们体内的一些维他命 D 的水平就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其实我有遇过大概20几岁的人来检测，其实都已经到12、13这种非常非常低的标准，那个是完全不行的。正常来说的话，如果要维持我们皮肤的烹饪的程度，我们的头发的毛囊的健康，整体的肠道的一个屏障要维持住比较完整的话，会建议大概在50到80的这个 range 会比较好一些。所以都还是会建议说，其实口服补充会比较好。很多人说啊，那我之前都没有晒太阳，那我现在开始去晒太阳好了，那个是完全不够的。你要晒到那个量，可能你皮肤都已经晒伤，甚至有一些皮肤癌的前兆出现，我们是完全不建议的。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测到说已经非常低了，就建议用口服的会比较直接。是，其实不只是王医生这么建议啊，其实我过去也采访过几位功能医学的医生哦，甚至其他的医生也是建议说，维生素 D 其实很难完全靠晒太阳来补充，但晒太阳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里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的，但是如果要因此来补充足到维生素 D 呢，其实不太可能，所以就是说建议就是各种你当然今天去检测完你确定你的维生素 D 确实不够，你就可以直接口服。好，那等我们继续再跟王医生讨论之前呢，我要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因为快要到母亲节，现在是5月，下周就是母亲节了。那么我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送给母亲什么样的礼物呢？就是健康，我想是最好的礼物。那这个就是玉宝黑参，可以给爸妈补气啊、养颜、提高免疫力最好的帮助。那么这个呢是9蒸9晒的黑高丽人参，加上花椒高丽人参，另外是85种植物酵素，它全部浓缩在一个小小的胶囊里面，可以让我们睡得更好，体力更好，而且气色也会更好。那高丽人参呢，黑高丽人参呢，主要就是人参皂苷比一般红参高37倍，所以它也可以帮忙增强免疫，然后抗疲劳，增强我们的体力，抗氧化，同时抗发炎，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血脂，防止动脉硬化等等，对睡眠还有更年期的不适，这些都很有帮助。那也有人反映说，每天1粒就可以让我们的玉宝黑参让我们健康可以有默默的撑着我们的体力跟气色。那我自己本身也有在吃啊，我是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温补，所以让我们的身体啊可以得到一些充分的补充。所以如果你希望送给妈妈什么样的礼物，我会推荐大家玉宝黑参。那我们现在做一个活动，就是买2送1，买这个2瓶可以送一个月份量的啊。相关的资讯呢，您可以到影片底下的留言区跟说明区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我们再继续跟王医生来讨论。其实说到这个60岁过后，很多人生活重心已经不是工作，因为可能很多人已经开始准备退休啦，或者已经甚至退休。现在大家很喜欢提早退休，然后有的时候呢，儿女也不在身边哦，所以不论是说孤单感或者是没目标啊，都会为我们的健康，比如说失智症，这个是很重要，增加风险。那么王医生，你会建议说，这个时间段的年龄段的人呢，这个可以做哪些事情来维持我们良好的，比如身体跟心理的状态呢？对，应该说现在很多人都很向往退休的生活，所以一旦时间到，他们就会有一个想法是我要完全不做任何事情。其实这个想法是有点危险的，因为我有遇过非常多的客户，原本是公司的高管，就是或者是那种比较需要脑力的工作，比如说会计师啊、律师，时间一到，他说好，我不做了，我要完全退休，我也不管公司的事情了，他反而会有一个就是感觉是那种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形会就是会特别明显。就是因为他每天之前的一些日常的 routine 都非常的紧凑，突然什么事情都不做，体内有一个压力荷尔蒙叫做皮质醇 cortisol 的东西，它会突然骤降的这个状况，它会让体内的整个的发炎的反应会急剧上升，所以这个发炎的反应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脑神经发炎的一个状况，就会有一点类失智的这个情形产生。所以我都会推荐大家说，要退休可以，我们可以退而不休，就是你可以不做这些事情，可是你平常日常的生活还是得有一定的安排，不能说啊我就完全瘫在那边，就是啊一直看电视啊，一直滑手机啊，然后看书也看不进去啊，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还是是必须要去安排自己的日常的生活，这样子会比较好。是，其实您刚刚提到我认识我过去的一位老师嘛，我前一阵子回台湾的时候有跟他碰面，他说其实他已经退休了，我说时间过得真快，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现在呢固定，比如说1个礼拜2个礼拜，他一定会读一本书，他觉得他是给自己的功课，然后当然呢他自己有一些学习啊、做笔记啊各方面，他都保持这样的一个最重要，他保持这样的一个 routine 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其实说对他的健康也产生很好的影响，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刚刚王医生提到，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各种方面的一些，比如说活动啊，然后你自己做的是一些事情，你自己的喜好啊，你也不要放掉。比如说有很多人就会去做志工啊，然后参与一些社团活动啊，我觉得这些真的是很棒的一些退休之后的生活。当然不要像退休前那么忙，可是你还是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王医生，我们要现在迈入70岁了。有人说就是70古来稀嘛，其实70岁以后真的是慢慢在现在的人来说，不能说很长寿，但是也算是也往长寿的方向去前进了。那70岁之后呢，能不能保有行动力变得非常重要。但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啊，食欲啊、食量都会下降，甚至咀嚼能力也会变得不是很好。还有一些是独居独居的人反复吃同样的食物，那往往也会造成一些营养不良啊，蛋白质摄取会不足。所以70岁之后王医生，你会建议怎么样吃才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呢？对，第一个是我们要很注意我们牙齿的健康。有的时候大家会忽略掉牙齿的部分，也会觉得说我这个年纪牙齿的咀嚼力不好，咬合不正，跟我一些牙齿的状况，这个是很理所当然不好的事情，其实不是，它都可以透过一些调整或者是假牙的辅助来去弥补我们这个咀嚼力不足的问题。再来是如果说像是刚刚说的蛋白质的量摄取没有办法这么多的话，还是建议用一些饮品当做补充，让那个量足，我们才有更多的力气去做一个咀嚼。因为咀嚼的这个肌肉也是蛋白质需要去合成的，肌少症不仅仅是我脚没力而已，有些人咀嚼肌也是没有力气的，这个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再来是有些人随着年纪在变老的时候，他会渐渐的会有一些口干的问题，往往是来自于第一个是我们的药物我们现在药物的取得，尤其是台湾，其实非常的方便，所以有些人他不管是哪里痛，他吃一些止痛药，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高血压的药物，我们的一些抗过敏的药物，甚至是我有失眠的问题，有一些失眠的用药，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唾液的分泌。唾液这个东西它变少之后，第一个它会影响到我们牙齿的健康，因为我的冲刷就不够，很有可能会导致我蛀牙的情形特别的严重，或者是特别的频繁，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咀嚼的一个咬合的部分。第二个是我们的口水，就是我们的口腔整个不够湿润的时候，它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吞咽的能力，我干干的我就很难吞，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很难吞，我就不想要吃东西，也会影响到我们食欲的部分。所以关于这个部分，其实唾液这件事情是很多人会忽略掉的一件事情。只要你觉得口干的话，就应该寻求就是医生的协助，这样子我们可以帮你去分辨说哪些药物可能可以做一些更换，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喝水的一些频率大概是如何，这些都是需要医学去介入的地方。哇所以口干其实是可以做调整，就是经过医生的调整，你可以把口干的问题稍微让它缓解一下，不要那么严重。那当然在药物的控制上面也是要特别注意啊，尤其是您刚刚也提到，就是我们蛋白质不是补充在脚而已腿部的肌肉，其实我们的咬合肌也是要特别注意的，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保持我们的口腔健康，真的是在慢慢变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记得。好，那说到这个慢性病预防其实日本的慢性病预防专家秋津寿男他推荐了每天走7000步作为健康跟运动的指标。不过他也推荐我们可以去唱唱卡拉 OK 等等，这对老年人的抗老有哪些特别的帮助？请问一下王医师。因为唱歌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需要大脑非常多工的一个作用，我需要去
我需要去看歌词，把歌词消化之后唱出来。再来是它对于心肺的一个运动，它其实算是一个心肺复健的一个想法。所以关于唱歌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再来是其实比较难，就是老年人比较难一个人去那个独立的卡拉 OK bar 去唱，通常都是会呼朋引伴，有一个社团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这些人际关系其实也是防失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因为当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人的催产素会上升，皮质醇也就是我们的压力荷尔蒙就会下降，这些都会帮助我们体内的一些发炎反应下降，所以会帮助我们的慢性病的控制，同时也有预防失智的一个效果在。哇，所以这个卡拉 OK 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已经迈入70岁，我觉得从60岁开始培养一些卡拉 OK 的伙伴们的兴趣，然后呢，对，大家可以一起去唱卡拉 OK，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我也经常有时候，因为过去我会经常陪我妈妈一起出去玩啊，然后有时候就是阿姨们大家一起出去，然后唱唱歌，感觉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好。所以不只是运动哦，就是卡拉 OK 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想这个呢，大家可以稍微学习一下，约一些好朋友去唱唱卡拉 OK。好，那我们要保持活力跟我们的肌力，除了刚才提到的走路啊，还有唱歌。除此之外呢，王医生，你会推荐做哪一些活动跟运动呢？对，应该说走路日行7000步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基本的门槛，让大家不要觉得说，我要做肌力训练哦，这么困难，那我干脆不做。所以走路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起始点。比如说我们去超市逛逛街啊，或者是我去买菜啊，去公园晃一晃啊，其实蛮容易达成7000步的这个目标。但如果说你已经达成7000步了，我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活动力，你想要再加强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深蹲的一个运动在。深蹲的这个东西，它会帮助我们的股四头肌跟臀大肌、臀中肌，它可以有一个启动的效果。这个大肌肉的肌群，它是很好的血糖的一个捕捉器，因为它需要很大量的热量来当做它的能量的来源。所以这些肌肉练起来，其实对于我们控制血糖、控制血脂都是非常大、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对于我们肌肉的训练，我觉得还是7000步是基本，然后卡拉 OK 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休闲娱乐。但是呢，这个加入肌肉的训练也是对我们抗老很重要的。就刚才提到深蹲，我觉得深蹲真的是很建议。那还有哪一些练习呢？对，比如说除了深蹲之外，其实光我这样子坐着，然后把我的脚抬起来，让我的大腿好像有一点用到力，这个其实就有帮助了。就是像坐姿抬腿的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在看电视，尤其是看我们直播，现在大家坐着看，脚就可以抬起来，做一个脚很有空，对不对？对，脚很有空就可以做一个坐姿抬腿的一个运动，它其实就可以启动到我们的股四头肌的一个能量。对，是。然后除了这个深蹲跟我们的坐姿抬腿之外，我们还很需要就是有一个伸展的一个活动在，它可以让我们的筋膜更放松，所以帮助我们伸展的运动，其实在椅子上就可以做了。以图示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个多向度的一个伸展，包含我们的手部，包含我们的腰侧，包含我们的大腿的后侧，这些都可以好好的去伸展我们的肌肉。这个大概一天大概花5到10分钟，其实就伸展的非常完全了。其实我觉得刚才王医生今天讲的很多内容啊，就是包括从饮食方面，50、60、70要怎么来补充我们的营养，还有怎么样来调整，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运动哦，加入这个很好的一帖良药，就是我们的运动，真的是很棒。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可不可以请王医生来跟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从50、60、70，然后我们整个抗老的过程，您可以帮我们做总结吗？谢谢。就是大家就是应该就是都要睡得好，然后希望自己压力小，重点是我们蛋白质要补充的够，要注意我们肠道的健康，这个都是抗老的关键。然后最重要的是，大家不要觉得说有一点点不舒服，这个是正常的老化，这个没事的，我忍一下，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不会，事情不会过去，我们应该要寻求积极的协助，这样子，尤其是我们功能医学的协助，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消化得更好，
肠道更健康，然后再来我们整个的人的身体也会更加轻松。好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王凯宇医生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说，我们大家一起抗老，谢谢王医生，谢谢JoJo，谢谢。好，那我想今天呢，我们真的认识到抗老不是只追求看起来年轻而是50岁之后我们还有体力，60岁头脑还清楚，70岁还可以行动自如。我想今天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真的顾好我们的肠道，顾好我们的全身。其实中医也是这个概念。同时呢，从功能医学来看，从补对营养、规律的运动到保持社交跟生活目标，每一个习惯，小小习惯都是延缓老化的开始。年龄真的会增加，但是健康我们可以做好管理，所以从今天开始多多留意自己一点，照顾自己，爱自己多一点，我想就是最好的抗老投资。好的，如果您身边也有在忙碌中想找抗老方法的朋友，麻烦大家把这一集节目分享给他们，相信他们一定会受益。好的，最后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啾啾，我们下期节目再见。